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频道。今天是2026年3月13号。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从现在美东时间12点半开始了，因为这个美国已经进入夏令时了，所以到月底这段时间的直播都是从12点半开始。那么我们今天计划直播半个小时到下午1点。现在我们等待一下有朋友进入直播间，这样我们需要确认一下声音还有图像。之前发生过，我讲了半天，但是别人听不到这个声音。简单的等一会儿。好的，谢谢啊，谢谢 Derek 朋友，好久没来那个直播了，欢迎欢迎。Derek 问了一个 INTU， 好的，我们那个先看一下这个，简单说一下指数，然后马上看大家提问的。指数的话，这个现在周线上已经越来越深了，发现没有？下跌的越来越深。那么这个主要还是受到美国、伊朗、以色列这个战争的影响，现在已经进行2周了。最开始的时候说是就是几天吧就能结束战争，现在已经2周了，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然后呢，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说美国想结束就结束，这是最大的问题了。而且伊朗那边也有新的这个领袖也好，这个最高那个指导人这个叫什么？他们的这个新的精神领袖已经选出来了，对吧？是这个哈梅内伊的儿子。那么现在，而且讲话最近有一次讲话，那个也是非常强硬，就是说现在美国想单边结束这个战争，现在看不出来迹象，看不出来迹象。那么受到这个影响，市场现在周线上走的挺难看的。我们看一下日线上，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这个回来是要回到这个中枢里来，还是说不能够回到中枢里来，给一个300可以继续上，对吧？然后你从这个低点，你可以测一下黄金分割，0.382是在6200附近吧，是回不来的。但是一旦往下走的深的话，那可能要去200周均线了，200周均线就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了。从现在的价格到200周，120周，这是120周，还有11%左右的一个空间。就是说指数如果说再跌11%的话，能到120周均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强支撑。我们看一下裸 K， 这个120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120周，前面这里120周，对吧？所以如果说是真要跌到120周均线的话，那指数还要再跌10%左右空间，那你个股的话就腰斩了，对吧？然后日线上也是相对比较难看，为什么呢？日线上我们在就是本周一那个直播的时候，我就说当时就说这个 MACD 非常难看在哪儿呢？ MACD 已经到0轴以下去了，而且张口越来越大，看到没有？ MACD 在0轴以下，然后这个快慢线的张口越来越大，这都是多头动能非常强的表达，就是空头的这个动能非常强，多头是受压制的。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位置，我们一直在盯的就是这个6225。我当时在周一的建议是有反弹先减仓，那么现在又跌破了6725了，意味着这个3跟1比较的话是不背驰的，那你做多的话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个3不背驰，说明它可以继续跌，对吧？可以踩一下200均去，到这个前面这个 1.618， 或者说是6600吧。6600现在目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了，也是一个整数位。那么是不是要跌到这个位置，然后给一次反弹，然后再往下走呢？是不是要走一个12345？现在看有这么个迹象，起码在图形上没有看到那个衰竭的迹象，就空头的力量没有衰竭。然后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最后这第3笔的1小时那个图形上，在1小时上图形也是非常那个简单的一个图形，这是进入段，然后2次反弹。第2次反弹或者每一次反弹，你会发现这2个均线，120，发现没有？每次反弹都弹到这里，然后下来了。
所以说你这个把这个两个均线120均线和200均线，你放到你的任何图形上，你就能发现很简单的，对吧？到了120你就减一减，或者说卖一卖。当然了，它不是每次都要顶到120才能下来，它可以是稍微再往上一点到200均再下来也可以。但不管怎么讲，这两个均线就是在不同的周期上都可以利用起来。那么现在在1小时上的话，它这个是进入段2次反弹，现在走离开。好就好在这个离开，现在目前这个离开呀，它的内部我这里已经画出来了，有2个小中枢了。现在已经5分钟上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做空的话，可以稍微 cover 一点，就是可以把你的做空的利润吃掉，这个先 cover 一点，把利润拿出来，因为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这里你就看它有没有一个，比如给一个3笔的一个上涨，目的是要出现一个1小时的一笔反弹。如果说1小时给一笔反弹，那就针对这个时期是反弹确认，反弹确认之后可以继续往下走，可以快速往下走，所以这个是需要严重防范的。那么这个有给你反弹的话，需要减，然后可以去这个做空它的反弹的位置，继续往下走。说现在的情况就是有反弹先减仓，如果说你不习惯于做空的话，有反弹先减仓，有能力你去做空，没有能力你就在外面场外观望，对吧？所以现在做多的话，需要严重警惕一下，或者严重的这个控制好仓位，小仓位的玩一玩，或者说尝试一下没有问题。毕竟现在有反弹的话，你5分钟给你一个反弹一下，现在就在5分钟在做反弹呢，对吧？你这种能够操作日内交易的话，可以去操作的。但是没有能力的话，你就大周期的，先有反弹先减仓，等待什么时候给我一个1、2、3、4、5了，甚至是1、2、3、4、5、6、7了，我再进。对吧？所以整体来讲是偏谨慎，做多偏谨慎。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Derek 朋友问的这个 INTU， 这个我们在我们在上周做周末复盘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那个，等我做完了直播这个复盘之后看到你那个了。然后你说的是430、360进了吗？成本均价在390，然后460卖了1/3，做的非常好。460这儿卖了1/3，你就等待一个顶分型出来的时候卖也可以。等待顶分型的卖的话，就是跌破466，对吧？你基本上460卖的，基本上就是跌破顶分型的，出现顶分型的时候卖。然后现在想哪里捡回来，对吧？那么你也说了，这个公司的话。INTU 的话，主要就是软件公司受到这个这些 AI 的这些智能体啊，这些 agent 的一个冲击，对吧？所以说他们现在受到的打击比较大，所以基本面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你如果说马阿里捡回来的话，就看它这里是不是要做第2个中枢。现在这里是 A 中枢，看它这里是不是要做一个 B 中枢。B 中枢之后。看它是往上选还是往下选，所以你现在可以等待这个第2次回撤的2买这个位置，对吧？现在这个有包含关系也是有5根了，包含处理之后也有5根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5根 K 线的一个内部，看看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那就到了这个，那就这2个位置了，基本上就是420，如果说它能够慢慢的踩到420，或者说快速下杀一下，然后快速拉回来，就是在420附近，如果说能得到一个比较强力的反弹或者强力的支撑往上走，你这个420附近可以尝试买一些回来，就是你把你之前卖掉的那些可以买一些回来。然后主要做的就是这个第2笔反弹，对吧？如果说第2笔反弹有几种情况，如果说这个反弹非常强，3跟1比较不背驰，你当然可以多拿一拿。还有什么呢？就是弱反弹，也给你一笔反弹了，但是不能够突破前面这个483那个小高点，那就说明它要在这里做中枢。所以说你再次反弹的这个位置还要再卖出来，因为其实它就在做1小时的在做日线的这个 B 中枢呢，对吧？做了 B 中枢出来也不代表一定往上选择的，它可以往下继续走，因为上面是 A， 在这里做一个 B。然后可以走离开段，走小 C 段，对吧？所以整体来讲，就是如果说你想更谨慎一点的话，毕竟现在它主要基本面
受到这个 AI 的冲击没有明显改观的话，那你就等一个底分型时候，等待日线给一个底分型，然后再结合一下1小时的这个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周期这个图形，因为现在1小时上现在其实是没有明显的做中枢啊，1小时上你看它跌的，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反弹，1小时上有一个123，我们再看一下30分钟的话，这里是1、2、3、4，啊，30分钟上的话，这里有一个中枢，30分钟有一个中枢，然后下来，跟我刚才看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回撤现在是弱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它420附近可以买一点回来，看它是不是给我这一次反弹。出高点如果说弱的话，我也要卖，只有最强的时候我才留。如果说不能够出高点，那就更要卖了，因为更弱嘛，对吧？所以就这3种情况，就这3种情况。好的，那这是这个 INTU， 我们再看这个下列朋友问了比特币。比特币最近这1、2周的表现还算可以吧，没有像股票跌的那么狠，反而是出现了一个反弹。我也是看了一下它的图形，那么它从这个6万反弹到7万4，算是一笔的话，从7万4又回撤，这个刚好也够，也可以当成一笔。它就是你看这个比特币的日线这个图形，就跟我们刚才分析那个 INTU 的1小时一样。就是我这里回撤了，给一个2买，然后上去了。现在这个反弹就是没有突破前面的7万4，看到没有？最高点在73968，其实结构是一样的，跟刚才那个 INTU 我们假设的那个就是一个2做一个2买，然后看那个3的反弹力度，对吧？现在目前这个反弹也出来了，就是日线这个周期反弹也够一笔了。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个4小时上，看看有没有力度能够突上去。就这里能不能够突上去，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123。那么如果说这个123出来的话，那就可能出现一个周线的一个大周期的一个反弹，对吧？那么周线反弹之后，我们再看它是不是又要形成这个周线的这个3脉了。为什么又要形成3脉呢？因为它这个回撤这一段，就这4根 K 线不够一笔，所以说你需要重新划分。之前是这里是一个3脉，但是这个新的这个回撤不够一笔的话，如果说这里出现新的一笔的话，那就针对这个还是3脉，对吧？所以说这就是在图形没有走完的时候，或者说有新的结构之后，你需要根据这个缠论的缠论的这个多异性来重新划分你的结构。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小时上，4小时1、2、3段，对吧？给了一个1、2、3段。对吧？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这个1、2、3段的这个力度，我们看看是不是有等比例呀，还是不是背驰了呀，还是怎样的话，因为这个决定了我们在这里需不要卖掉。现在是弱的，毕竟还没到等比例，等比例在75162，也就是这个3走到75162才跟前面的空间一致，现在还没到就开始出现顶分型了。所以说，如果说手里有的话，而且这个柱子的面积也开始小了，但是倒不是双背驰。什么叫双背驰呢？就是说柱子的面积跟前面这个3跟1对应的这个 MACD 的话，柱子的面积比前面小了，但是呢快门线的高度比前面高，对吧？还没有出现明显背驰。它这里这个顶分型的话，也可以是一个中继的，可以再往上爬一爬，比如说利用周末时间再爬一爬，爬到这个75，这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就取决于你的这个风险喜好。还有取决于你在哪个位置进的，如果说你在下面进的或者这个位置进的，那我完全可以走掉一些，因为这个空间的话，这个已经涨了5点多了。如果说从底下买的话，已经涨了10%了，对吧？大可不要后面这个，看一下有多少啊，还有5%左右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这就看你个人的一个喜好了呀，个人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是要过周末等待下周。因为我建议大家不要去做它的合约，而是去做它的这个 ETF。合约的话很容易爆，你如果控制不了仓位的话，只买它的 ETF 的话，可以扛过这种大的波动。你只玩合约的话，很难扛过这种快速的波动。所以说，即使能不能够到等比例，我们不知道，你只能去跟踪它。那周末的话，谁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你如果是不想那样的话，不想拿这个过周末，就先减一点，等待它这里是不是给我回撤一笔。如果说回撤了，构成中枢了，它还可以继续上，
对吧？当然，如果说比如说跌破了前面这个小低点，但是只是出现了一个扩张型的中枢也可以，除非是快速的下杀的时候，就这个下杀的速度非常快。什么叫快速呢？就结构非常简单的，小周期，现在看的周期是，比如说是4小时。如果说在5分钟上或者15分钟上，你发现了这个结构非常简单的快速下杀，那就是要再次去跌破前面这个低点了，对吧？那就是日线上，这里是一个123，要走一个123，然后在这做中枢，那不就跟刚才那个 INTU 的结构是一样的吗？ INTU 我们刚才也说了，也是在这里做一个 B 中枢，看它是之后是往上选还是往下选。所以你会发现，你学会了缠论之后，这个结构都差不多，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不论是我做比特币的操作，还是做这个 INTU 的这个操作，只不过就仓位不一样，对吧？好的，这就是这个比特币。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尾号7667朋友问了一个 Rivian， 这个 Rivian 我们之前也是，像当时我是比较看好它的，就是因为它的周线上出现了一个9段，我当时比较看好这个 Rivian。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就是当时在周线上它出现了一个9段，从这个 8.26 的话，这是进入段，1、2、3、4、5、6、7、8、9。就当时它出完财报之后，这个正好是个9，正好是个第9笔第9段，这个中枢是升级了。那么的话，当时在2月9号这天，它又出了财报，大涨了 19.8%， 对吧？当时我是比较看好它的，但是它后期没有接出力度来，后期的这个没有接出来力度，反而是出现回调了。那么后来是走弱的，所以说，当时当然也是顶在了这个200均这里。这是你做复盘来分析，或者做马后炮来分析的话，你当然知道是去这个减仓啊，还是应该去做买入。但是呢，它开始走弱的时候，那你就需要等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第10笔啊，或者说尝试离开这个中枢的力度没出来，那么这一些 K 线里面，我们需要观察一下它的结构。只要这个 13.58， 也就是这个低点不被跌破的话，那就是能够生长出来一笔，对吧？现在这个 MACD 也没有到0轴以下嘛。如果说这里能够收平的话，看能不能够起来。如果说真要是往下走的话，跌破0轴的话，那可能要再次跌破 13.58 往下走，那可能再去某一个位置，然后再往上走，对吧？因为这个都是，因为它现在处于中阴状态，处于中阴段、中阴状态，它可以上可以下，它没有做选择。我们看一下日线上，就是我们刚才在周线上看到的那一堆 K 线，但是没有出现一笔。那么在日线的话，它这里是一笔上，然后一笔下，对吧？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不是有新的一笔出现了。比较一下低点，这是在 14.56 14.55， 刚好出了低点，但是这一笔没出现，也就是说它现在在这一堆 K 线里面是一个上下，就没有再没有上了，因为它这后面这一笔没出现，所以说可以是向下这一笔的延续。为什么说它弱呢？就在这里，所以说呀，现在是又扛在了200均这里了。如果说再往下走一走，是不是要再次跌破这里，然后出现一个中枢的时候，对吧？可以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就是这样做一个中枢之后，看它能不能够往上走。然后这个离开呢还不能够背驰，就必须要不背驰，跟技术段比较不背驰的话，才有可能希望再做来这个第2个中枢，对吧？以这种方式往上生长，这样的话才能生长出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周线的那个离开段，就是离开下面那个大中枢的那个离开，这就是周线那个离开，才可能出现。所以说有的话，现在你就继续拿一下，等待这里回落够一笔之后，看能不能出现一个结构买点再上去。它当然了，也不是说2次回落就要上去，它也可以是再回来，然后在这儿做中枢，然后可以上。这个图形你可以借鉴那个英特尔。我们现在这个正好说到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英特尔当时的图形。英特尔就在这里看，英特尔的日线 16.76， 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看到没有？这个做了一个次级别的这个盘整，就这个位置。
现在有点类似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Rivian， 它是在这里做了一个次级别的小中枢，然后一个快速的这个跳空高开往上走，跟那个 Rivian 很类似了。它也是下面有个大中枢，然后在次级别有这么一个中枢，然后往上走的，对吧？跟那个我们再回到这个 Rivian， 不一样的吗？你看这里个大中枢就是那个，因为我们现在看的图形是日线，那么这个其实是周线的那个大中枢，对吧？然后在这个位置，相当于这个中枢的中轨上方，这是中枢的中轨，在上方这不跟刚才那个，只不过那个英特尔呢是在这个位置更强一点，你是在相当于这是在那个中枢内部了，但是也是在中轨上面，这是中枢的中轨，在这里做中枢，看它做完中枢之后能不能快速拉上去，对吧？还必须要不背驰，就这个离开跟这个进入比较，还必须要不背驰，那就跟那刚才我们看那个英特尔的图形就一样了。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差不多，但是你需要有耐心，而且还需要它的基本面能够配合。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在这儿，憋大招呢，还是说怎样？毕竟这个，现在因为它是主要是亚马逊嘛，它是最大的股东，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变数的。最主要就是它的基本面能不能够出现一变好的东西。好的，这是这个 Rivian。Derek 问这个 MSTR 还有这个 Circle，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问这个，还是说只是想单纯的听比特币的？我们比特币的已经讲完了，你可以说一下，Derek， 你想不想听这个 MSTR？ 如果想听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快速再讲一下。但是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Alex9706 问的这个，好久没见了，你好，他问的这 FIGR， 这个也是跟比特币相关的。我也是之前注意过这个。这个的话，好像是你看它的 IPO 价格，我在这里还画了 IPO 22，它好像是做这个给比特币，这个配资的，好像是这么一家公司吧。这个 Figure Technology Solution， 它是主要利用区块链和这个 AI 驱动的金融科技公司，像那个 FinTech。对吧？它是抵押贷款，还有贷款资产证券化，所以这是它的这个主营业务。然后呢，它算是这个区块链金融应用等领域的这个领军的。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有这个像什么 Landing Club 啦，还有这个 Upstart。但是呢，它作为这个高增长的金融科技公司，受利率环境影响比较大。而且它高度依赖这个区块链股权交易平台，而且还面临比较就是严的合规监管的一些挑战。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形。现在我们看一下周线上有没有什么一些结构。从它上市以后，这里是出现过一次下上下，对吧？如果说你按照这里的话也是一个上下它这周线上出现了这个一个结构了。我们把周线上的结构画出来。周线上有这么一个结构，相当于有中枢了，对吧？有这么一个大中枢，你不用管它这个中枢的方向是往上的还是往下的，无所谓。其实它就在中枢震荡，它没有方向。那可以现在也出了这个非常强的一个周底分型，看它能不能够再回出来、弹出来，然后到这个 49.5 这里，是不是要在这里做这个中枢大震荡，对吧？那么日线的话，它日线上现在是有一笔了，日线上有一笔反弹，也是顶到了120，120均，因为它的上市的时间不够长，所以说你看它这个均线现在就在这里才出现120天均线。那么你可以再做它一个二买，有二买出现的话，可以做一个二买，看它能够再起来。然后你也可以简单的测一下它的这个回撤的位置。但是它现在还在0轴以下，对，所以说不要着急往里进，耐心等待它给你一个底分型的时候再进，对吧？然后看它是不是一个强势的能够冲到这个前面这个中枢上面 49.5， 还是说我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再上去也可以
所以说具体怎样的话我们不知道，但是就需要跟踪它。所以这个想要进去，但是呢，它也可以是，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嘛，可以是一个1、2、3、4，就是1小时上可以是一个1、2、3、4、5没完事儿，就这段可以没完事儿就继续往上走。那么，我们快速的看一下这段的1小时上，看有没有一个1、2、3、4、5，这里是个1、2、3、4，对吧？是一个1、2、3、4出来了。所以说，你如果说能在1小时这个周期做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这里。那么现在也是挂在了这个200均这里，所以这个位置有可能要结束了，因为毕竟它这里小周期上是有中枢的，所以就看你这个1小时这个反弹要不要，就是一个1、2、3、4、5的这个5你要不要？5要的话，那就看它是不是再次出现高点也好，或者不出现高点，在这里做1小时的中枢。然后之后往上走，这就是看你的这个交易周期的选择了，甚至是否能做1小时以及1小时以下的这个结构的，因为它这里完全是可以走一个1、2、3、4、5之后，然后再回来，再做中枢，再上去。所以我的建议是盯着1小时这个周期，然后再看它能不能够突破大周期的一些关键的位置。如果说能够的话，那就可能要去这个周线的这个49.5。所以说大的这个还在这个大框里面，你可以利用这个周线这个大中枢大箱体来做一些这个交易。好的，这就是这个 Figure Technology。还有3、5分钟，我们再看那个阿米林朋友485问了一个这个半导体的一个 ETF， 应该是，对吧？这是半导体的 ETF， 这个应该是不带杠杆的。这个应该是不带杠杆的，我们之前也分析过，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这个数据给它更新一下。那么这里是做了一次回落，然后又上去了，然后又下来了，做了一个中枢，对吧？做了一个日线中枢，然后我们把其他的给它清清，相当于这里出现了第3个中枢。第1个、第2个、第3个，然后呢，这3个中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接触。前2个中枢是没有接触的，然后第3个中枢是有接触了。这个低点跟这个前面这个高点有接触，所以说这个中枢现在出现了一个大扩张，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如果说以同级别分解，我们一直讲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的这个2个方法。同级别分解就是以中枢为中心，是中枢是可以出现扩展，也可以出现扩张。扩张就是2个中枢有接触，高低点有接触，然后出现扩张，对吧？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非同级别分解，就是我从这个368这里断开的话，那就相当于这里中枢就不要了，那么就是变成了一个从148这个起涨点，然后 A 中枢，然后 B 中枢，然后离开，还有一个小3百，然后打了一个高点。这个结构是非常饱满的，这是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趋势上的结构。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说从368断开的话，那就是说看它是不是右侧要生长出来最少3笔，或者说是一个5笔，甚至是带中枢的，还是带2个中枢的，对吧？这就是你的后续的这个一个发展。但是在当时当下，right now 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假设这个位置要出现右面要延伸，当然它也可以出现第3个中枢，那么这也是这个出现了一个扩张之后往上走啊，我们只是在这里假设它，所以说这就是你需要假设这个位置右侧要生长出来了，对吧？那么这个反弹就不能强，这个反弹如果说强的话，那就变成了扩张之后的离开，它一定不能强。所以说一定不能够突破368，才有可能出现，我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然后啪再往下走，那就变成了这个非同级别分解了，368你要断开，对吧？所以说我们是就跟那个刑事破案一样，先假设，大胆假设，然后小心求证。所谓的小心求证就是如果说我假设这里是一个这个拐点的话，那么这些反弹我肯定是要做空它去。因为我的那个假设是这里要走右侧，要给我走出来一个走势类型来，要么是3笔的，我可以在这里买回来；要么是5笔的，我可以在第5笔买回来。如果说在中枢的话，我就在，比如在一个中枢可能是如果说能够背驰的话，在某一个位置买回来；如果说2个中枢的话，那就在这个 C 段买回来，对吧？都是你要先假设它，然后去求证它。
那么你求证的话，就要拿仓位去求证。我在这个位置，我现在要出现一笔反弹了，但它也可以是一个强势走，你不知道。所以说，在用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的关键就是，你不能够只一根筋的觉得我这里只能够弱反而不能够强反，对吧？当然了，你可以不做这个反弹，等待这个弱的反弹去做空它。但是你这个位置不能说我只能弱反，不能够强反。所以说这个位置你要不要进仓位呢？就看你的这个个人的风险喜好，还是又回到了个人的风险喜好。但是你不能说啊，我这个位置不进，然后上去了，我在上面追，那就错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也是禅师一直讲的这个结构。这个新的结构，你没有办法说它上涨的这个结束，其实还是处于一个中阴状态。那么能否生长出来新的一笔，就看它后续的这个力量。后续的力量谁知道呢？万一明天这个战争就结束了，那肯定就上去了呀。如果说明天战争结束不了，可能又恶化了，那就下来了呀。你能知道这个战争的结果吗？对不对？所以说不要去这个预测什么，而是说你要不要做这一笔。那就看你的风险喜好以及用多少仓位来去操作它，这才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其实现在新闻太多了，这个新闻满天飞，你根本关注不过来。最重要的就是看你的仓位、你的成本，对吧？你的成本够低，你管它那个涨还是跌呢？比如说你的成本在200，那么这些波动你都是可以忍受的呀，对不对？关注自己手里持仓的这个成本降到0，降到负，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就只能讲到这里了。感谢大家参与，我们